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来聊聊放屁的事儿。很多人自从健身以后，注重各种营养素的摄取，尤其是增加了蛋白质的使用量，带来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结果，就是臭屁。我个人也没有逃脱这个情况。作为一个资深臭屁王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放在桌面上，好好探讨一下。首先聊聊屁是怎么来的，有2个原因造成放屁。第一个原因是自己吞咽气体造成的。每当人们吃饭、喝水、嚼口香糖或者吸烟时，会不自觉地吞咽一些空气，有些空气在消化过程中通过打嗝排出，而有一部分则会进入小肠，最终进入大肠排出体外。当然，如果喝碳酸饮料也会造成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原因是食物消化不充分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食物先进入口腔，然后进入胃部，经过2个器官后，食物被分解为糊状，体积变小，然后进入小肠。小肠吸收来自食物的营养，最终将身体不能消化的残留物送入大肠，排出体外。那么在消化吸收过程中，如果营养在小肠中没有完全吸收，残留物进入大肠时，肠道中的微生物菌群就会食用这些残留物中的营养，它们通过发酵过程分解这些物质，这个过程就会产生气体，屁就由此而生了。产生气体的成分主要包括氢气、二氧化碳和甲烷。随着气体比例的不同，味道和臭的程度也就不拘一格了。当然，如果进入大肠的残留物中含有大量未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营养，微生物经过饕餮以后还会产生水，这就不只是放屁的问题了，还会出现腹泻。所以吃多了不消化，可能拉稀。因此，屁不是你制造的，是你的宠物制造的。基于第2个原因，食物的种类成为影响消化吸收效果的元素。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包括高纤维食物，高纤维食物中的一部分纤维素，以及非淀粉多糖、低聚糖、果糖、乳糖等，对于人体的消化酶来说是不可消化的。豆类食物含有大量的低聚糖，尤其是拉豆糖和低聚半乳糖，人体没有专门的酶消化它们。记得在蛋白质的优劣那期视频中，很多人跟我抬杠说豆类好消化，那就是个笑话。还有一些水果含有较高比例的果糖，以及一些多酚和纤维，这些也可能不易被小肠吸收。上面提到的这些食物分别是全谷物、豆类、坚果和种子，以及某些蔬菜，包括卷心菜、西兰花、花椰菜和菠菜。水果包括苹果、梨、桃，还有糙米、藜麦和未加工的全麦面包，以及含有乳糖的食物。如果你的消化系统功能不强，要避免大量食用这些食物。当然，还有第3个原因，那就是个体消化系统的问题了。每个人的消化吸收器官的能力不同，当然对食物消化的程度也就不同。缺乏消化酶、胃肠道功能障碍，或者患有消化方面的疾病，例如肠易激综合症、消化性溃疡、炎症性肠病等等疾病，自然就会有更多的营养被大肠的微生物分解。可见，放屁的主要原因就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不充分。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，这里没有提到蛋白质食物。是的，蛋白质食物在小肠里的消化吸收情况，相比以上食物要好很多。在小肠，蛋白质会被胰腺分解的酶，例如胰蛋白酶，分解为氨基酸和小肽，然后被小肠的细胞吸收。正常情况下，大部分蛋白质在小肠都会被充分消化吸收，不会到达大肠。但是现实是，你感觉吃碳水甚至油脂消化起来都比蛋白质顺畅。让蛋白质消化不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。第一，蛋白质摄取量过多，超出了小肠的消化吸收能力。运动健身的人都重视蛋白质的摄取，减脂期要增加蛋白质，增肌期的人也来凑热闹增加蛋白质，见到蛋白质就亲。再加上将蛋白质食物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食用，就会超出小肠的吸收能力，未被消化的蛋白质进入大肠，然后产生氨、硫化氢、甲烷和其他气体，这些气体凑在一起可就厉害了，刺鼻的蛋白质屁。第二，蛋白质的来源，不提那些不好消化的植物蛋白，今天我们拿肉类进行解释。在现代的食品加工业中，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，增加肉类的观感和口感，肉类中可能会添加一些物质，例如为了增加体积和改善质地，
加工肉类时可能会添加纤维素或其他填充剂，为了增加口感，会往肉里加入糖醇、肉类提取物和味精。为了增加稳定性、延长保质期，肉里会添加乳化剂和防腐剂。经过添加的肉类，用你的肉眼是无法识别的，但是这些添加物质对于蛋白质的消化产生消极的作用。结果你吃完了这些肉，就开始。其实不好消化的蛋白质也就是酪蛋白，其他的蛋白质身体都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，添加了其他物质让蛋白质变得不好消化。其他的原因还有个人对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、蛋白质的种类选择以及补充时搭配的问题。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蛋白质的消化质量，避免蛋白癖的困扰呢？一定有，我将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解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放屁的原因主要有3个：第一，自己在吃东西或平时吞咽了空气；第二，食物消化不充分，在大肠被微生物分解产生气体；第三，自身的消化能力不足，或者因为消化疾病导致。对于蛋白癖的来源，常见的是蛋白质的食用数量和频率，以及蛋白质的来源这2大原因。基于以上几点，我们知道了癖的由来。下期我们将探讨减少放屁的方法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